今天给大家唠唠会玩的孙权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会玩的孙权吗？怎么个会玩法呀？咱直接看技能。会玩，每回合每种牌名限一次。当你摸牌时，你可以选择至多等量的基本牌或锦囊牌牌名，然后改为从牌堆摸你选择的牌。对，就是挑牌。摸牌的时候不随机给你牌了啊，你自己选牌。那你能选牌，你孙权酷牛抹呢？还搁这掉小珍珠。那这个技能我感觉不如借孙权啊。人借孙权是有制衡的啊，会玩这个技能只是给他锦上添花的，你这个会玩就不太行，没有灵性啊，装备牌都不能选，还有这个每个排名限一次的限制，那你这个就假会玩啊，不懂装懂。对，嘿嘿，不给大家瞎扯了。新三国杀继喊台词出技能的无意之后，又出了一个整活的现实地主武将，会玩的孙权。那熟悉三国杀圈子的朋友都知道，会玩它是一个梗啊。孙权这个将单挑小王子嘛，自三国杀推出以来，标孙权一直都是单挑强度榜的前3名，对，没有几个人能打得过他，狂了一批。那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7年左右啊。许攸、徐荣、朱桓、沈甘宁这些将出来之后，标孙权的单挑地位才开始下滑。那地位下滑，就让一部分孙权爱好者感到了空前的惶恐和焦虑。说这不行啊，这孙权单挑地位下降，这还怎么吹他呀？但对他们来说，值得庆幸的是，在18年，三国杀给孙权做了一版经验突破。这版借孙权的技能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。制衡加一句，若你以此法弃置的牌包括所有手牌，你多摸1张牌啊。那这个技能一出来，原先沮丧迷茫的孙权玩家又振作起来了。哎，这借孙权牛逼啊！这谁能打得过？姜维打击你。一些孙权爱好者在各大论坛还有贴吧就开始吹借孙权的强度了，单挑无敌呀，随便你怎么测试。那说到测试啊，那在单挑测试中的孙权是不会输的。在孙权爱好者眼中，你孙权能打输就是你不会玩，你的制衡思路不清晰，你不懂什么时候大制衡，什么时候小制衡。在他们口中，借孙权打麦小武将就必能出寒冰剑，打菜刀将必能出加一马和防具，打先手必能出冰乐压制。就开始很多玩家还真信他们这一套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这种言论纯纯就不切实际啊。之后很多玩家为了调侃这种言论，就戏称孙权的技能制衡为会玩。那会玩的孙权确实无敌啊，想过啥牌过啥牌，对吧？整个派对随便挑，你想还不能让人家想了吗？当然现在24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孙权拥趸了，说感觉不如借孙权的啊，说孙权无敌的，你孙权赢不了就不会玩的，都是一些串子啊。那这个梗为啥火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它带有一些调侃和讽刺的意味吧。那新沙这2天出的会玩孙权，把这个梗还原的就还可以，就是他不能直接制衡，那不能制衡的孙会玩就弱很多了，你只能上来摸牌阶段加上跋扈那3张牌选一选挑一挑，而且你这一种排名就只能选一次，挑个无中，那开出来就不能再选无中了啊，不能无中负无中。但是呢，这个孙权他还有一个2技能叫换礼，这个换礼是最高的啊，我真不明白这换礼这2个字到底是啥意思。我们看节奏阶段，若你使用牌指定自己为目标至少3次，你就可以将一名其他角色变成2张，直到其回合结束。若你使用牌指定同一其他角色3次，你就可以让它变成周瑜。若你2项都成功，你获得制衡，直到你下次回合结束。那这个技能不是纯胡闹吗？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，是吧？你问就问，你让张昭和周瑜出来把别人直接夺舍了是啥意思呀？哎，那你别说，这技能还真挺强，别管你是啥武将，我都能让你变废物。你一个烂张昭，一个烂周瑜，你拿啥跟我孙权打呀？运气好，我还能再拿一波制衡，变成完全体会玩的孙权。这个技能不难触发，就会玩和换礼这俩技能是有配合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套公式呀，你会玩先找无中、九无谷这种能指自己的牌，然后再通过无中找南蛮万剑、决斗顺手这种能指敌方的牌。那孙权第一轮上来打出双夺舍的概率还是挺高的。其实理想状态下，咱肯定是想直接秒一个农民的，但打死就拿不到制衡了。不过单会玩的孙权单挑就已经很强了啊！当然这个技能放在地主里面中规中矩吧，我玩的几把都有点小缺牌。OK， 那这是会玩的孙权啊，活整的不错，下次继续整，期待端午节的屈原。对。